其实还有一个点就是他这现在更多的教授都是喜欢带一个双弹飞轮，这个古董商这边的3窗加上小船，其实能绕很多的时间的。比较能够躲辣，上来直接抓小木屋、小教授，没有第一时间往外拉，那这样子的话，其实身位可能会被绕近啊。对，哎，这里绕进了有点走不少啊。到脸上来了，那起追节奏非常的快。甚至上的辣好像能上到如果70、80下板的啊。话，就可能顶到90。没关系啊，这板子我就直接踩了，踩了之后你这个距离也是拉不开的。对，而且时间还是不够拖得久，用顶了一下。但是你顶了没有用啊，对，还是会其实扯到。还是很有可能倒得更快一点。没错，身上辣还是88，我觉得还不如不顶。对，有点感觉不太想到说选择一个蜡像师出来。点位被绕到了，40秒直接被击倒，这个局面现在是监管者大优，熟练度非常高。这个人一挂上，移形才刚刚好。这节奏不知道求生者能不能判断出来他是没有带张狂的，因为你现在，我觉得是可以直接卖了。要救吗？你这个教授其实都不太好救，手上有移形，一旦连上的话很容易打要救得已经把表到。摇了。老师看这个辣来喷一下，但好像定到了位置。定到了。看一下第二段表，其实第二段表不太好摇了。再给你叠到80的啦，这个人单救的话肯定是压力非常的大。是，这里甚至好像还能拿到刀的。是。哎，差一点点。对，那这一波救援的话，感觉还是压满救下来，拖一下化险为夷时间了。被打到刀了，提前被逼着救了。就盯着这个上挂飞。教授没有什么太长的牵制空间啊。没错，因为击倒比较快，大副的机子都甚至没有到一半。然后目前为止的话 ，Sprinter 他的技能还是没有教过的。是的，影片被交了出来，小飞轮顶，割床刀。那这样2阶了呀，2阶之后谁能来溜呢？这个牵制，我觉得现在场上3个人都无法做到啊。而且他中间那台机子大概率可能要放弃了，因为现在 Sprinter 他是可以以中场的半台密码机为圆心往外去打的。尽可能这把只能去多开了，感觉。其实这也就是我刚刚为什么说要不然就卖了，因为你如果卖了就不会有这种2阶的风险。是，给到1阶还是可以牵制一下的。对，你现在给到的队友压力实在太大，尤其是木偶，你木偶到时候变了身又能怎样，对吧？我直接2阶容纳一趟，我还是能再拿一个平移刀，这个伤害还是满满的。现在来追击2D，小鹰来了，跟上。虽然这个地方有一些建筑啊，但是一个1阶蜡就直接给你封住了。那能怎么办呢？只能提前变身。对。变了身之后，我再拿一个平移刀，这个伤害我还是直接提高了。到目前为止的话 ，Sprinter 的技能一直都没有教过。如果2D选择往这里转点的话，其实中场的密码机还是有机会被管到的。对，再封一下密码机。封一下。一边追击一边干扰。对，等于场上只有1台密码机在动，这是很不妙，对于求生者来说。没错。Sprinter 这样的打法，其实把蜡像师的优点全部打出来了。他有没有机会失去顶？但是 Sprinter 也知道你肯定想顶，所以我并不着急把我的蜡给叠满。但是是个迟早的事，你身上这个蜡实在是太多了，100了，你现在也无法变身。对的。等一下来。可以先去管一下中场的密码机。这个救人只。然后挂到大石头那个地方去，然后进行逼救。对的，只能让古董上来救。然后现在场上3个人的位置都是知道的，已经是很明牌打了。要封密码机。对。大副这边也是很细节，知道你要封密码机的，我就一直碰一下，碰一下，碰一下，这样的话能把这个密码机的身上的那个蜡给它消掉。对，稍微拖一下时间。弄到自己的身上。看一下战斗这边怎么去救。现在是一个2阶蜡像师，救援压力非常大。不卡半吗？想让大副来。但这样子的话，可能大副可救不了啊！这样的话只能过半。2个人现在都被影响到了，密码机现在也修不了，怎么办呢？他的挂飞时间就没有给到队友拖出任何一点比较好的收益。是 Sprinter 这边也是故意的，让大副这边过来救。你一旦救了的话，我可以提前淘汰1个人。是的。板子直接封住。碎板，然后把位置给你占住，逼你往回走。跑不了啊。但是极限还是拖了一个擦刀的时间。这刀打得急了一点。对。而且2D还能再为队友拖出一点时间，直接开火蜡把自己打到了。是的，你只要盖了板子，就会给到自己伤害。对，是的。再挂到海边的这个神仙椅，这个反正也是挂飞了。对，这时候可以直接去找小木屋。要传大船，
传大船直接找古董商。虽然道具还是比较多，但是2阶的蜡像师，我可以一直远距离跟你进行一个蜡块的喷射。那也就看古董商这边能牵制多久了，因为他只要能牵制的时间长，也就能保证大副那边密码对，已经可以直接贴小门了。哦，飞轮清掉一波，是，然后再想借用一下高低差，然后尽可能规避一下蜡油。外面的密码机已经来到了将近70，云门下去，直接云门下去，没给到太多机会。没错，眼看密码机感觉越来越多了，还在进行追击。是的，只能够选择找一些建筑物来绕一下。回头打个机关枪，但自己也已经叠火蜡叠的也没事啊，密码机现在已经98了，我现在准备密码机强压就行了。你先翻过去。要等倒地吗？其实我觉得现在不如直接亮，但好像看求生者还主要是蜡身上还还是比较多，他一直想说能不能碰到这个100。想试一试看能不能2个人保一个平局，因为地窖的话就在一个甲板。现在手上还有个机关枪，看这个机关枪能不能命中。小门那边的话还没有贴到，如果贴到的话就一个18秒。现在得把他手上的道具给骗出来，然后再出刀。这个机关枪还在躲，来不及挥出了。是的，不过门是能开。传送时间还有14秒。来不及拦这个小门了。因为在斯宾塞，他其实这个局面是很偏向一个4抓的，怎么去4抓呢？就是直接传送传到小，传到对，你直接抓这个大副，我觉得是比抓这个古董商更轻松一点的，至少他手上只有一个怀表，而且在小木那片位置呢是没有太的94秒，火源这边是牵制了小船的位置，是那边是一个比较常规的应战方法，大船有很多个点了。是的，大副还会影响一波2名。没错。想要直接抓小木的木偶，应该想说举动压迫一下，直接来了。但视野好像时不时再看一下大副的位置。哎，小天赋是点到了通缉以及愤怒，追击节奏还是非常快的。是的。是姚路易贴边走，去硬拖嘛，硬拖这个时间。是的。就在板区想卡住，没能卡住。对。这里监控者可以在小木再玩一下，不过这个地方走8字的话，勇者是有机会去反应的。那你这找的是一个木偶啊，木偶他还能变身再去拖啊。这里被卡到一个死角，有点尴尬了，不是很敢翻。那得再摇一段路易。这里吃一刀。对，一样的。那接下来这个围龙能不能去折掉了？如果能折掉去吃个闪现，那求生者这边方肯定是赚的。是要先破板也可以。先破板吧，直接闪现，哇！这里拿到了更多的一个存在感。外面有个冒险家，现在密码机已经有个1台半多了。防求者是完全没有防到这个闪现，这个多给的存在感有点亏。这里可以来挥一下吧，逼救。让大副来救，大副看能不能多卡一些时间，因为你现在才刚上挂，他有一个挂野的时间有个30秒呢进。是的。所以能进多拖1秒是1秒。对。也救下来。这淘汰技还是比较多的。对，现在让大副先保证自己的无伤走。其实也在笼里的话是可以帮忙拆一下的。是的，可以帮忙拆。对。要真能拖过这个化险为夷时间，你木偶师还能再多拖一个几秒嘛？因为他就是木偶师的话，浑水摸鱼直接又拉到了小木的位置，感觉这样子能把化险为夷时间给拖出来了。能拖出来，这里还能变身的。好，下面没照到，再补上。快了，那这样子的话牵制起来了。这里硬拆，但是已经后边了板区但可以进到板区，可以翻过去，这就是刚才没有破板的一个。但旁边怎么还有个冒险家呀？想过来偷偷摸摸帮拆楼吗？他应该是自己的树叶刷在这个附近吧，想过来去挖，结果没有想到这2个人在这里进行牵制，没有办法过去。没有带快踩啊，那这个踩板其实刚才有时间，现在就会拖比较多。没能进去。是，那现在的话，密码机加起来，其实这一波26是已经牵制的比较足够的时间了。那冒险家这边刚刚是挖树叶之后，是在中场这边再继续去挖了。刚刚从冒险家这边的视角看着还是挺害怕的，因为什么呢？就是感觉在他脸上就是一个诸神之战，岂是我一个凡人能参与的？那冒险家的树叶已经来到了40，再卡一卡，救下来之后，大副可以帮忙扛一下的。对。因为你现在手上有一个冒险家嘛，这些密码机其实帮忙扛一扛，有机会去打一个4人看的战的。哇，很关键，这里没有打到。还可以帮忙扛的，要过来帮忙吗？因为龟人还是可以摇路易的。
想让木偶师自己一个人进行牵制。那姚路易开始拆，选择的是不停的钻，但是队友离得比较远啊。没错，哇，好盖，还盖到。那这样大副也已经过来了。踢贴走了，其实分得比较开啊。大副有贴到吗？有贴到。过来，但是地形比较复杂。周六闪现，看这个闪现直接打一个针对。打是打到了，但外边密码机也只能压好了。太够，我不要交龙了，摸就行了。平 A，不要交龙了。对，打一个震慑是没关系的。把愿力先攒好，来。这里还能拖。有点着急了，感觉夕阳。在骗。是。监护者虽说是没能上当，但是自己的技能已经交了。大门这边能拦住吗？大门好像是能开的。自己的愿力值是有90点，但好像拦不住这个大门，只能走。是，技能还是在真空期。那这样也是完成了一个3跑，在第一局的是拿下了一个6比2的积分，直接 B4 又拿到一个大10秒，然后呢一共破译了2台密码机往上。是。在了墓地门的位置，那脸就骗出来，我直接把道具给交了，直接往外走了。看，直接往小豆的方向来。看这里影月的熟练度了。哎，是想换一下吗？找中场，直接找了守墓人。对守墓人有个想法。那迷你布直接下场就往外走了呀。这里找他手里有闪现，直接打出来吗？没能打到。打到。这里可以平安的进到这个墓地的双11点位去。没错。那自己的隐约刚刚是有点小断。下波图马上就要好，板子直接全拍，拍完之后再蹲铲。感觉还是得先处理一下这个板子。但现在的话，铲子的 CD 是已经拖了出来，可以你破板的时候往外走。是的。对，闪现的话还有15秒的时间。走空地。走空地。看这个板子能不能搏？哎，卡了一下模型。小卡角，回头多看了2眼。是的。如果说没有这波模型的话，他能安全进到板区的。是的，2个板子一拍，又可以把铲子 CD 拖好。这铲子就别打了吧，就等吧。要打吗？打完的话你就一脚闪。他往这边。哎，往外走的。不想要让他进到墓地的位置去。不想干扰密码机。那前面的话感觉得交这个闪现了。是。直接跟上来。闪现反正现在还能省了之后可以给他挂上。墓地的点位木偶就得过来进行一波依旧了。能量比较尴尬是他其实中场没有刷这台密码机的话，后期求生者去打拉扯会很好打。气象底去接着进行破译，直接闪现出来吗？对。闪现打他的意义但他不太大。那个人。是你闪现打给他的话，其实是比较亏的。接下来这一波的话，看能不能再打到木偶师吧。我觉得救下来把这个化解围套出来，能不能多摊点状态？对，没能摊到，不过也还好吧。那这样可以继续追这个守墓人了。连长这边是还是想摊一下双倒的，因为现在要是双倒的话，他的局面其实能争回更多。是这把求生者他们的密码机分布是很好的，现在木偶师从墓地里面出来，这里已经没有需要破译的了，而且这里是一个单独的点位，你是没有办法进行控场。没错，干扰到不了任何的密码机。现在的话，直接招了波暖雨，这个暖雨的话是给谁招的呢？暖雨没有给任何人招，让飞行家过来进行最后一波救援。但不一定救，感觉可以卡着，他自己是没有一个回光返照的。是。也可以卖。啊，这波压力还是比较大的，这波救援得看一下能不能躲过去。哎，那密码机等一下，密码机现在的话是有个40哦，他现在的话已经开始招了暖雨，他把监管者直接传送过来针对。是的，而且也已经开始摸一些道具去补充了。那现在的话，火源就接力再到墓地里面去进行牵制，感觉不太好进去，得持刀。感觉上是能翻的，因为他有个肌肉记忆，这个距离是可以直接正常翻的，但是他怕。对，还是求稳了。看一下最后的密码机是还剩50多的样子。沙头这边也是直接远离自己的遗产，先带走。哎，飞轮还吃到这刀很亏啊！飞轮被破，那2个人现在必须要补一下状态。没错，那这样给到 Sprinter 更多的一个追击时间了。是，
现在只要看一能下外面密码机也没有在动，就放心继续追击这个 Shadow 了。只要能击倒了，就可以直接挂了遗产。一波强风，身位稍微拉开了一点，但是这个地方的话是可以一阶铺坦跟上的。对，打了个震慑。对，那可以再把它挂回 S 版的位置，然后看一下外面密码机抖动，手上的传送是已经好了，给到 Sprinter 发挥的空间非常大。求生者现在是不能再要 S 版了，他们必须要去独栋清起一台。但是让阿弟过来救吗？火源去进行破译。现在密码机就在一个比较尴尬的时间线了。再起新的，其实啥都不是很能做到新的密码机压好，因为很有可能阿弟会被提前排到。想压满就对 Sprinter 得看一下有没有机会去提前排。Sprinter 现在反正是有2个打法的，一个是直接去独栋抓那边的火源，然后另外一点呢就直接去守野去打一个火源这边的不，他就想说等过半了以以后就提前出来赶，然后打你们一个疲于奔命。打一个2D的提前救援其实也行。但是这一波的话又利用回速回来，逼迫你不敢直接救，因为你救下来的话没有人能够保他。没错。然后 Sprinter 也确认过了，那边密码机非常的少，甚至没有到一半。这里的话感觉得救了，摇一波路易，那 Sprinter 可以等。救了下来，帮忙扛，没能扛到。那这样可以提前淘汰一个。对，先把小豆给淘汰掉。这样淘汰之后，他其实也可以直接传过去。可以传。直接传，留了个影子在。现在就是与时间赛跑，火源手上的话还有道具。那这个道具交完之后，还是很难后边进行牵制啊！你没有带回光返照啊。对。那边的进度会更少一点点，现在给到 Sprinter 的时间不多了。想回去控一下密码机。对，把人逼离这台遗产了以后，只能过去管一下。那监控者的视角是没猜出来他有没有带火光返照吗？如果说是能知道他没有带火光返照，可以进行追击的。应该是没有暴露过。是。他如果说是能知道的话，接着追击，他也就会倒到墓地。你墓地门这边是肯定没有办法安心点完的。对。Sprinter 现在思路很清晰，我就反复的把你们2个人给逼离这台遗产，我总有机会是追到人的。看到这边密码机抖动，感觉可以继续深追。那这点位其实对于求生者就安全多了，因为你死在是一个对角的位置。能击倒吗？好飞轮，那现在就知道你是没有带一个火影反照的了。对，密码机直接亮。是的，但有机会拿到吗？一个反弹。把它再拉开，能不能再翻成功一次？再翻成功一次，这边门就能开。队友争取那边点门的时间。这边在这边的话，想要直接去冲一波，因为他知道一旦要把这个人挂了，那边门肯定能点开。那边门还有一个9秒的时间。是的，来得及吗？我感觉来不及了。这个隐喻的范围不太好，有机会吗？然后木偶山还能变一次身，能再扛一次伤害。再变，那就回速先。看你往我脸上冲过来，那我就走了。对。这时候没有办法再去贪了，因为他在后边的时候，他去浪费了一定的时间，他把这个飞行家又让出了一些身位，又把他给放回到了独栋了。哎，是的。如果说接着刚刚进行追击的话，他倒地其实也就会倒在一个红结合，要么这个墓地的位置。你这个墓地门，就算 S 版你的密码器亮了，你也不敢直接去起这个墓地门。是6次，我震慑次数也是1次，后边的节奏也能成为一个慢性4抓。能够进墓地的人就多了。对。这变身。原地先放一个灵柩，然后直接往外去拉点。这个时装其实破轮玩的第一根刺伤的很快，而且甚至把你给架在里面了。方弹是直接用了。对。这里的夹子能命中吗？差一点点。对，预判了一个往外的走位，不敢翻了。翻了，他妈是直接震慑。狼眼不出预料，也是选了一个机械玩偶。对。这样玩偶摸出来之后，密码机就可以达成一个快速破译。不过自己的队友有点难牵制了。很快，而且是可以把你牵回你的灵柩去的。飞轮用不了，飞轮 CD 都还没有到，让自己的队友过来得救一手才行。机会来了，对于翔来说。这个救还得无伤啊，他下来是没有任何的牵制空间的。选择直接反。不想浪费自己的队友时间。对。那你下来没有太多的一个牵制空间啊。像是选择自己把其中一个板给站住，然后逼你走另一边，或者是直接交互。但是它是有闪现的，看看能不能交互的话是可以。哇，飞轮，但好像不中，他还是能打到。哇，闪现还省了下来。这2-2接了呀，这波反而还亏了。看后边
这大副还是得过来救。已经是一个2阶这个破轮的人，不对是很能卖。卖不了，因为你现在卖了，出去抓谁？其实那这里是直接通缉到了大副啊，直接开始过来给你先上4，直接救吧。还想拖吗？那就不能被打到一个双倒啊！打到一个双倒更亏了。这里要滚雪球了，没有一个能够去力挽狂澜的角色。那这里既然被滚到的话，不如找一下幸运儿，找一下幸运儿帮忙开个枪。但好像幸运儿没有打算过来帮忙的样子。有枪也不选择用，这里还干扰到了娃娃哎，这不亏损最大化了吗？这把夕阳有无限的机会。这里娃娃能击倒吗？着急出刀了，不过影响到了这一波的话，其实也很难受了。不会能击倒吧？差一点。还在牵制。要能击倒，也浪费到求生者更多的时间了。对，而且这台密码还机还极限给点开了。很赚了呀！你这娃娃，你别看圣伊斯，到时候你去补状态，他也是很厉害的。对，那狼焰的话，在这个短窗无敌窗这里可以稍微玩一下，然后用飞轮来规避2阶回头，然后再进到墓地里面去，不用干扰外面的一个破译。直接交枪。直接交枪。那夕阳能接受，因为这里我直接捏了完你，你必须要还得出来进行一波破译。要开始进行控场了，对，或者他想办法把这个幸运儿调出来也可以。幸运儿是已经出来了，但像这里想说出来看一眼，回头了，还是想要找这个狼焰。狼焰现在不太好跑。你现在飞轮是交了，然后你已经空道具了。对，没有陷阱加成。是没有牵制的一个。被夹中了吗？没能夹中。对。不过手里有闪现，这一夹子还省掉了闪现。直接切插眼开始去控场了。其实可以挂的。求生者这里已经有点摧枯拉朽了。来到一个高低差，看一下有没有机会高低差规避一下。再绕。还是比较难受的这个点位，开1阶尖刺，还能牵制吗？能击倒吗？能击倒。这里一个悲观，悲观带走。那这里是真的可以挂的。可以挂，对。挂了之后再变身，找这个幸运儿，看这个幸运儿他起不起。不起的话，直接去找这个飞行家。因为他现在想法要逼出这个幸运儿的绝处逢生。找飞行家。点起了位置。幸运儿这边省掉了一个绝处逢生，飞行家也来了。他直接可以打这一波手椅，没问题的。那监护者这边其实也就能看出来，你既然过来了，肯定是把这个绝处逢生给他省掉了的。再滚一层，虽然有飞轮，但是过不来。好像有点小失误了。他跑不了了。飞轮规避。哎呀，没有提前把这个夹子给他下了那边板区。而幸运儿那边摸出了一个香水，我相信他一定不是想要这个香水。你现在密码器不够，对，人也救不了。大夫是白白掉这个状态的。看这个夹子，等呗，直接破板也可以。他是不急的，你密码器外边的其实是你家人跑路还算是一台的。超远距离夹能预判到吗？一直在躲。哦，哎呦，一波悬停，但是回来了，怎么回事？能击倒吗？尝试一波抽刀。瑞心态很稳啊。抽到。知道你一直在骗，所以只能放夹了。他的道具还差最后的2秒1秒，靠近了，能交，能交。分级背包交晚了，还被打断了。狼焰这边的话还是在摸道具，摸到了8颗球。于事无补啊！现在状态太惨了。哇，狭小的地方，本来想用高低差来规避的。现在牵制的再久，其实作用都不多。哎，飞轮扭过去，那这个香水这里就有点用了。这里可以再变身，想要去给他上个刺。对，接下来的话，你的飞轮是肯定没有了，直接1阶尖刺，这里很难躲的。看这个球拉不拉？直接往外拉点。先插窥视者，直接去找飞行家，因为他知道飞行家这边的道具都已经交完了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听到大家喊了一声，以为这个要被车撞是吧？直接捏倒。
给到狼焰的发育空间已经无限小了。前车再久都没有用了，因为那边没有绝对风声有看到的，我可以直接下车嘛，插眼。这里监控者就是耐心等待，对，给你刺一扇板，等一下直接悲观带走你就行了。对，直接把你压在这个点，架在这里。夹在风主板区，是。改盘就踩到，那这样也是完成那这波击倒也是能完成4抓。那夕阳后手上场，再被对方有机会被第一次击倒次数是10次。对。在各个赛区现在把这个角色都是。这大牌看一下他这个噩梦来吧，发挥。直接一个十字形的悬点，其实中场的佣兵也得躲一躲。这里想绕过来把这个木偶师压到里面去，是有点难牵制的。好，直接低头卡一下狩猎本能，再加自己临界的一个寻猎，移速非常的快。这创弹就算弹了，其实拉的距离并不是很远。对。还是跟上了，对，这里其实是可以帮吸了。是的。不敢翻吗？哇！你直接敢翻了 ！Sprinter 我都没反应过来。天哪，感觉这一波翻的时候倒吸了一口气啊！因为一伸手就没了，这个人。对。是的。你一伸手，这个求生者可能是没了，但是监管者有了呀。对。其实我觉得出刀也可以，因为他就比较说依赖自己的2阶嘛。我觉得提前先把自己存在感解锁一下也可以。这刀是拿到了。是。变身也变得是很快，幸儿现在也是在外边摸了一个那就先破板呗。这里还可以再破板，把他压到里面去。再拿一刀。哇，耳力都没反应过来。是的，这节奏就完全能接受了。他现在是可以直接看用不用这个渡鸦直接出去找一波娃娃的节奏，要不然就干扰一下。是因为刚才是有好像是有包过点的。是。渡鸦放得出去。你不能光守啊！你要是光守，外边密码机也可破译得快啊。没错。别看是2台半多，但是有个幸运儿在外边的话，其实也变相等于3台了。其实他出去是挺好的，因为木偶师他没法补状态嘛，废一个化险为夷也可以。化险为夷。对，那现在的话应该要打一下针对了。再一刀击倒之后，佣兵现在可以直接去找娃补状态。然后后边呢，让拉拉队员再过来救一手，硬拖一个化险为夷时间。对。那尽可能的往角落去倒，但也就意味着队友要跑点的距离可能会更远一些。没错。哦，佣兵现在都没有想着直接去补状态了，直接破译。直接就硬着破译。也行，这样破译的话，密码机能破译更多嘛。然后拉拉队员这边不出现意外。这局面打一个3人开门战是可以的。对，绕一下大建筑。这是一个比较经典的一个排位的拉点法，就是我给你一个身位去那边，让你觉得我过去了以后你肯定要防。好，再把一个化险为夷套出来，想要进行陪跑的话，其实 Sprinter 他是可以有谁打谁的。就是想帮忙扛，想帮一下拖这个时间。还是得规避一下，对。刀闪现出来。这个人是注定要淘汰的。接下来看一下渡鸦是给到了谁，等一下要往那个方向去排一下了。你现在要等着自己的渡鸦消失后再去补状态吧？现在直接补吗？那这要渡鸦的话，我直接甩你脸上，我直接传过去了。好像是过去了那个方向。哎。直接到脸上。扔的歪了一点点。娃先处理比较好。但密码机的话，加起来是1台的样子。再去找火源，先干扰一下密码机。对。因为这里他必须要去拖出来自己的闪现时间以及自己的一个纯 CD。现在也是期盼说火源能够尽量的把外面的密码机或者是状态给拖好。是。因为刚才佣兵是已经补了一定的状态了的。手上是有一个护肘的。护肘还不弹吗？弹了。弹了，稍微把距离给拉开。刚才闪现是刚交过的，所以这个地方交互还是比较放心的。所以这里可以回头看一眼了，还不看，想拿完1刀之后再回头传。半状态的佣兵赶过来破译这台密码机，其实 Sprinter 是可以继续去追他的，把你道具先逼完。他直接预判了2个人摸的位置，能预判到吗？在治疗。没能挂到。
耳鸣是佣兵给到的，我觉得其实可以继续去逼一下佣兵的道具，是，因为这个地方是能够看到3连击的那个地方有没有人来的。因为他现在手上他也没有传送，不如直接抓。他刚刚那个要如果说是能挂到这2个人的身上的话，他就知道这2个人的位置了嘛，我就可以直接一直抓这个佣兵。是的，那道具也终于是交完了。因为这里可能就要倒地了，因为手上没道具了。后面把状态给调好，其实佣兵也已经撑了蛮长的时间了。对。只是这段时间只能够支持队友把状态给补好。可以挂。再去预判了，他们可能开了心机。给他挂到信源那边去。他其实完全可以挂到信源那边去，逼你拉队员走更远的路，放弃远的这台机子。不敢，他怕这边信源过来救，到时候这边拉队员把密码机直接给压好了。那这样的话要打一个新的时间差，因为信源的位置是知道的。信源来救就行了。听到密码机还是比较响的。交出一段花球，再绕回去。佣兵还是很耐做啊，可以看到信儿就不慌不忙，慢慢过来。这时间也能卡到班。对。地窖2方现在都知道了。知道，那赶紧拉队员，现在的目标就是代理这一台遗产。单剩1只。这个应该是控的密码机。77的一个进度。花球 CD 还没好，要倒了。是，击倒这里可以先不挂，传过去。但看到你走，其实也可以挂。这里最好是能废他的一个绝处逢生。想打半状态也可以。而且还可以击倒，尝试击倒。看到远端密码机抖动的话，大概率知道是 mini blue。对，先不用管佣兵，现在的话就先解决掉这个信源。如果说你这个闪现交给他身上的话，其实也行。是直接传过来，想要再起一波上挂节奏，因为知道你 mini blue 已经没有任何道具了，牵制不了。那现在信源就可以准备直接强亮了呀。位置还是比较远，小豆交出了自己的绝处逢生。不管了，现在这个人就直接不救了，直接亮掉。那有一波上移的节奏。还要过来救吗？这有个地下室啊，救不了的。网上的人都有回光返照。这个地下室你过来救很危险的，而且也会让监控者这边去拖到一个更多的时间，把自己的技能再拖出来，再打一刀。没有道具了，有谁打谁了？这个地方。是的，你这个地下室出来肯定会击倒一个的，佣兵跑不了。哎，这个翻过去了，没能打到。那这样的话，求生者们还是有一线生机。哇，还是没能打到，极限翻过去了，这节奏可就不一样了。地下室挂的收益1点都没有了，交了一把枪，还保住了自己的命。是的，那另一边也开始点门了，感觉这个丢个渡鸦过去看看。那你丢过去了之后，你也没有传啊？还是用过的，对。对，能拖一下。这局面呢，就是能保平了。新源旁边就有个地窖，不知道有没有机会。火源这边的话，飞轮还有一个23秒。一招板区。是，但这里板区之前是用过了。慌了呀！哇，2个队友头都不回，直接出去了。哇，佣兵这2波躲刀其实非常的关键。如果这个刀秒针一次破译了124的密码中。是。中的。对。你不能让跑进追击。是的，进入到比赛画面。想尝试一下干扰一下心理，但心理不会碰密码机的。反正我就在这卡着，你要么就跟我拖时间，我也不着急，这样子我给我的队友拖一些能够往外跑的时间。有心跳了，直接上楼。还把这个电场给触发了。伊森人也不收，就这样接着进行追。就硬耗吗？这样硬耗你可拿不到刀啊，也涨不了70度啊。你本体追击的话，其实不赚呀。得收吧，这抓的可是一个双弹飞轮的囚徒啊。不是，求生者肯定已经有2台密码机动了，对吧？对。那你肯定是过来赶紧先下个陶片，把这个位置给先封住。这里得直接拉开，哦，卡了一下这个位置，但这个楼梯。卡了一个上下楼，直接落地。那身上侵蚀度的话比较多。61。哎，是有机会吼的。他这里卡的时间卡的太久了，想再补个侵蚀度，但没能补上。是的，那前面的话闪现是有了的，可以控伊森人出去再干扰一下狼烟的一个破译。对。
哦，那你从左边跳，不能玩那边板区，玩那边板区一定会倒地。是的，但这里的话，闪现是已经好的。没关系。狼焰就象征性躲一下，还是狼焰现在其实可以过来稍微破印一下，对，看狼焰能不能帮忙拿个奥飞去扛个刀。是。要不要预判一下呢？距离都已经这么近了，要不要尝试一下？其实他有闪现的，哎呦，这波电把闪现电断了。那还可以再玩，有弹射。是的，这边新度已经是一个60、70了。对，看一下伊森侯了，还能再奥飞其实是可以用的，要来帮忙吗？也不帮。活了比较长的时间了。我真觉得可以帮啊！你记者在旁边的话，这奥飞万一要真能扛得到，监护者节奏炸了。其实看了3把下来，感觉他们真的就是很少配合。你玩你的吧。对我们正常就是倒地再派人过来救一下，因为你本身也不会带失常，我去下一个地方破译就好了。佣兵在这个时候接着破译会更好吧？破译一台，然后让记者来救。记者依旧是可以的。密码机会更快。你结果佣兵要过来，佣兵是换到小花园这边来进行破译。哦，也行，确实是让记者来救。救完之后，让囚徒这边倒到大房去。对，然后再连一个电，对，无偿救，把这台密码带走，机给破开。现在就是无偿救让他带走，然后脸上这边是大遗产，暂时先不用管。是的。拉远之后连个线。连电，然后自己去刚才心理学家的第一台接子那个地方倒。心理这边是在等这个侵蚀度。电已经是连上了，还有一个化险为夷。伊森再收回来，看一下是去干扰史密迪的一个破译，但是这是心理学家，我不怕呀，我血厚。是的，能吃3刀啊。对。记者也是一个满状态的。现在密码机也是一直在破译了，看佣兵这边救的是好不好了。能不能救来帮忙扛到刀，让囚徒下来？下求生者反而是不着急的，可以卡到一个很死的血线，但差不多得来了，差不多得来了。囚徒手上现在有电，你哪怕震慑了都行。对。帮忙扛。对。不帮忙吗？他还是选择让他自己进行一个单6。其实可以帮忙扛的，帮忙扛的话，外边2台密码机一旦要扛到了，密码机能破译的更多，甚至能直接压好。没错，那现在的话，其实夕阳还是有一个翻盘的机会的，因为你们密码机是有机会不够的。看一下伊森，先挂。给伊森去同步干扰一下。中场好像是能先亮的吧？中场是能先亮的。直接传过去。找小花园的，在这边传的位置有点远了。看能不能提前亮掉。亮掉了。好像得吃刀。可以吃啊。吃刀再亮，两边人现在准备贴门。但他的那个技术 CD 是已经好了的。这个时候就不用管，佣兵直接在脸上把那个移情要起来。你看你打不打断？好像也没有打算进行移形去逼迫他。就移情的话，你看这个监控者怎么办？你要不把这个异族本相给用了？他道具还是挺多的，可以就是开门战去抗压的。虽然两边都已经做好了开门战的准备。移情可以用啊！来了，用了。他想没有意识到。没有意识到，直接满血了呀！这里打完之后直接亮，夕阳这边是只能管门了。对。那没关系啊，心里还可以再传一次，找一个角落去藏。藏完之后给佣兵进行移情，让佣兵过来在门口给压力。对，想过来直接抓。有闪现的，但身位还拉得比较远。他想闪现直接把他击倒，然后再去碰那边的门。这时候必须要有人过来给压力了，在门口给压力。门口再开了，看一下伊森，不管了。现在佣兵的话，尽可能过来卡近一点。哎，是记者来了。记者的话，救人奥飞已经是用过了，现在手上只剩下一个懒奥飞。佣兵这边是在卡，对，挽留时间拖不掉，这个心理会优先这个挽留之后先被淘汰的。记者有飞轮，还有道具。看一下双方要怎么去进行最后的这一波博弈了。飞轮出圈，想下的没下到。94的一个侵蚀度。奥飞不取消吗？这里就有点问题了呀。那这样击倒之后，就是获得了一个3抓了，你佣兵必须要出来摊的。挽留时间还有最后的40秒。
这里我是觉得问题有点大的是在于哪里？就是你佣兵应该出来卡人，然后让你记者去开门。记者单出来扛压力的话，那就是你门可短的事啊，或者记者把他引到大房里面去也可以啊。这样弹过来之后，想骗一个哎呦，影子刀没能我的天骗到。哪，那直接西洋翻盘了呀！是的，西洋这边也是获了一个4抓，将这个战局直接逆转了。2次命中求生者次数9次。